大家好，我是 Dustin。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回到了 Data Insight 这里面的一种特别的题型叫做 Two-Part Analysis（TPA）。TPA 是什么题型呢？我们跟大家快速的回顾一下。好，它的特色就是说，它会结合数学或者是逻辑。好，就是题目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叫做 Non-Math，一种叫 Math。如果是 Math 的话，它的考点不会去超出数学的考点。如果今天是 Non-Math 的话，它本身呢就会是跟逻辑题比较相像。好，但是它当然跟逻辑题有点不太一样。好，就是有更多的这种条件或者是推论的内容。这种题目呢，我们今天要先给大家介绍一个比较快的解法。就是捷径的解法，叫做反例代入跟边界测试法。我们刚刚讲说 TPA 这种题目还有分数学跟非数学，那它的另外一个特色是什么？就是它里面呢，会有两个栏位，那这两个栏位呢，就是你要各选一个，它是共用选项。那这个共用选项它是可以重复的，比如说你可以左边选90，这边右边也选90，就是它是可以重复。好，然后呢，你一定要两个都选对才能拿到这道题的分数。好，然后并且有些题目它可能两个是独立的，但是有些题目它两个是要搭配在一起才能去作答，所以这种题目呢，往往被视为是双重选择题。好，双栏选择，而且这个选择会比起传统的单选题、传统的这个 CR 或者是 RC 或者是数学更难，是因为有些时候它的选项是需要两个东西配合。那如果今天你不熟悉的话，很可能就会把这道题做成一个就是5×5=25这种组合，那这种时候就会浪费太多时间。好，那我们今天要讲的是TPA 这个题目呢，在考试中我的建议做题时间是3到3.5分钟。虽然我们说 DI 平均时间应该一道题是2分15秒，但是为什么 TPA 可以允许到3到3.5分钟？是因为它本身就等于两道选择题。那两道选择题，当然因为它的题干是共用的，它的选项也是共用的，所以不会真的用到2倍的时间。但是呢，我们就要抓大概3到3.5分钟。那这个时间虽然超出平均，它这个时间从哪里省下来呢？省下来就两个方向。第一个方向就是你的 data sufficiency，就是那种 DST。DST 很多熟练的同学，他可以在1到1.5分钟之内做完，就不需要花到2分15秒。那这个省下来的时间就可以给 TPA 所使用。好，那另外一个方向就是你在做 TPA 的时候用更灵活的方法，就是我们今天等一下要介绍的边界测试跟反例攻击法，你就可以省下时间。所以今天这堂研讨会对大家来说，我觉得非常的重要。那我们现在赶快来看今天要讲的边界测试跟反例攻击法到底是什么东西呢？我知道很多同学在学数学的时候，他的习惯就是直接用正面冲锋。意思就是他直接从文章里面的资讯去推导出一个算式，然后从这个算式再继续推导出化简，对不对？化简完之后，最后推导出一个最简公式，再下去看选项。很多同学用的是这个方法。但用这个方法，如果在数学题是有用的，因为数学题它的文章往往不会去写那么的长，也不会有什么就是无关资讯。可是呢，如果今天换到了 TPA，那就不一样喽。虽然我们刚刚前面有先讲了一个重点，叫做 TPA 它考的观念其实不脱数学在考的观念，或者是它考的逻辑也不脱数学在考的逻辑，对吧？好，但是 TPA 跟数学或者是 CR 最大的差别，我相信各位都有感觉得到，就是第一个它的文字明显变长，它的文字已经占了半页的荧幕，这是第一个差别。第二个差别是它文字那么的长，它是虚胖。什么叫虚胖？就是有些时候你做个题目做完回来检讨，你才会发现文字里面有很多资讯都是根本不会用到的资讯，叫做废物资讯。它只是写出来干扰你，然后增加你的阅读负担而已。所以在做 DI 的题目，尤其是 TPA 或者是另外一种题型叫 MSR，如果今天你还是用数学或 CR 那样去精读整个文章，然后呢用正面推导的方式，就会显得非常没有效率，因为你可能会去接收到太多的无用资讯。那我们今天要教的是，不一定要正面冲锋，遇到两种题型的时候，你可以选择去直接用答案的例子带进去。OK，这样会对你来说做题会非常快。而且减少很多思考推导的麻烦，而且时间也可以顺利的控制在3分钟之内。好，所以我们刚刚讲的重点是，虽然它的考点跟数学跟逻辑题没什么差别，但是它的题型设计上就是故意要给你增加阅读的负担。文章长，但是文章长很多是虚胖，里面有很多无用资讯。所以，如果学习数学跟逻辑那样正面的推导冲锋，你会花很多的时间，尤其在你阅读速度不快的时候，而且在考场压力下很容易乱掉。那在 TPA 的世界里面，我们对于特定的题型可以选择直接用答案去带进去，反面冲锋会比较好。所以，我们等一下要介绍的是两种方法。第一种，如果是偏数学的题目的话，我们会直接把选项里的数字带进去。
然后呢去攻击题目的那个规则里面所讲的边界，看看它有没有符合题目里面的所有要求，这叫压力测试。那另外一个则是，如果等一下遇到非数学而是偏逻辑的题目的时候呢，我们会去尝试帮每一个选项去举出反例，然后看看这个反例在文章所给的情境跟条件之中是能不能生存，能不能并存的。哦，那我们就可以马上知道这个选项到底是对还是错。那我们接下来就要看这两种策略要如何进行，好不好？来，我们先看数学的部分。好，数学的部分的核心观念就是攻击极限、攻击边界。好，什么样的数学题目适合用我们等一下讲的这个攻击极限、攻击边界的方法呢？各位，我们把重点画起来。好，这个讲义等下会给大家。好，重点是这样子的，就是如果今天一个题目它问的是最大值或者是最小值，所以你在看选项的时候，你可以去关注一些 keyword。哦，或不是选项，应该说这个问句，它如果要问你 minimum、maximum，或者是什么 least、greatest possible value，好，或者是就是 the lowest value、at least、at most range，有这些问你边界值的题目，好，其实在 TPA 里面蛮常出现的哦。这个时候你就适合用我们等一下讲的方法，不用正面去推导，你应该是直接拿选项去带入，去看最极端的边界的数字能不能够过文章里面的那个情境。OK， 好，这样的概念。好，那首先这个页的重点帮大家整理一下，什么样的题目适用我们等一下讲的边界测试代入法？就是当你意识到这个题目要问的其实是最大值或最小值，或者是像比如说边界值至少最多这种概念的时候，你就适合直接用选项代入，而不是直接去推导公式。那我们来看一下，用这种方法的实际的解题流程是什么？第一个，如果今天题目要问的是最小值，那我们在5到6个选项里面，我们一定是先抓哪一个选项来测试？先抓最小的数字来测试。举个例子哦，等一下我们看到这个地方，好，比如说这个题目问的是最小值，好，等一下我们会实际来写到题目。那我们一定是先拿哪一个数字带进去？拿35带，不会拿150带。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如果35这个数字过关的话，那45就算过关，它也会比35大，它就不是最小值了，对不对？所以你就没有必要带在45、90、100、150，对吧？哦，因为它要的是最小值。所以如果最小的这个5个选项里面最小的数字过关的话，那更大的数字不管它过不过关，它都一定不是最小值。那换个方向来讲，如果是最大值的话，我们就是拿5个选项里面6个选项里面最大的数字先带进去检验。如果150过关的话，那么100就算过关也不是最大值，这样的概念。不然你看，如果反过来讲，我们检验最大值，结果先带35，那如果35过关的话，你怎么知道45会不会比它更大？会不会也是符合？如果符合的话，不是变更大的值了吗？你怎么知道？那如果45也检验过关的话，你又怎么知道90、100、150是不是也符合文章的条件？那如果是符合的话，那45又不是最大值，这样就浪费时间嘛，对不对？好，所以找边界有一个原则，就是拿数字最靠近的来带，最小值就拿最小的，最大值就拿最大的来带，这个顺序要记得。好，然后呢，你就把这个选项当成是假设它是对的，假设它是一个确定的数字，假设它的答案，然后我们用逆向操作的方式，就是如果我们把这个数字带回去的话，能不能满足文章里面所给定的所有的条件？如果能满足文章给定的所有条件，那么这就是答案，而且你不用再去往下答案去找，你可以直接选了，因为我们刚刚说了，如果最小值最小的数字符合的话，大的数字就算符合，它也不是最小值，对吧？这样做是最快的方式。我们来看实际的示范。我们先来看这个题目。首先做数学，我会建议大家怎么去做。做数学跟做非数学的 TPA 的方法是不太一样。如果等一下做非数学的 TPA，我会建议各位同学是先看问句跟先看选项，先了解一下故事的背景。非数学的 TPA 往往都会有逻辑存在，对吧？好，那所以你先看问句，先知道他的立场要问什么，然后再看选项，先大概看1、2个选项，知道一下等一下那个文章可能会有什么故事背景，再回去看那个大片的文章会比较容易吸收。但是如果做数学的话，我就会建议你顺着下来。好，就是顺着先看故事，再看问句，然后再去做计算。好，那我们先看哦。来，首先这个故事的第一行告诉我们，这是一个美食节。好，当然这不重要哦。总共的人数有240个人。那这个时候先不要去做笔记哦，各位注意哦。
在你读文章文本本身的时候，你先不要去做任何的笔记，或者是任何的数字推导整理。为什么？因为你根本不知道他要考什么，你现在做这个整理是浪费时间。好，那我们只是把它读完就好，把它放在心里面就好。每十节里面有240个人，嘿，不用去写什么 t 等于240，没有意义。等一下搞不好不会用到这个资讯。我们刚刚说过了嘛，TPA 里面很多废资讯，所以呢，你现在写它可能不一定用得到。我们看下一句话，有150个人他们选择 pasta，选择意大利面，有100个人选择烧烤 grilled。好，先不要去记哦，不要说什么你在纸上记150等于 p 啊，100等于 g 都没有意义，你根本不知道他要考什么，浪费时间。好，记在心里面就可以了。那至少有25个人好去选择其他的食物，也就是不是 pasta，也不是 grill。读完了，接下来我们读问句。Select a minimum, the minimum number of attendees who could have chosen both pasta and grilled dishes, and select the maximum number of attendees who could have chosen both。来注意哦，所有的 GMAT 题目里面，只要你今天读到问句的时候，速度一定要放慢，因为我们发现有很多考低分的考生，低分的定义指的是585以下，他们的低分不在于说他们上课学的东西不够好，而是在于说他们读问句乱读一通，没有搞懂这个题目真的要问什么东西。所以我会建议你从现在开始养成好习惯。好，读任何的题目，不管是我今天眼前讲的这个 TPA，或者是 GT，或者是什么 CRT 啊、RCT，你读到问句速度都一定要放慢，强迫自己充分理解这个问句到底要问什么东西。这个问句问的是刚刚讲的选 pasta 跟选 grill 同时都有选，也就是我们所讲的交集，对不对？这个交集的最小值是多少？以及这个交集的最大值是多少 ？OK， 好，注意哦，它两个都是问交集哦，都是问 both， 它不是问就是 at this one， 这边要看清楚。好，那这个时候呢，有些同学会选择正面的解法。什么叫正面的解法？就是他可能把150加100，然后呢减掉交集，再加上20，然后再加上25等于240，用正面的解法来去算，对不对？可是正面的解法，有些时候你会把自己搞乱掉，从光列式就花很久的时间。那我今天示范给你看，不用列式，用反面的解法来思考，好不好？来，首先我们先选择一个栏位去解。好，那不同的题目有不同的技巧，比如说我的课程上会讲说，你要去判断这两个栏位有没有依存关系。如果这两个栏位有依存关系，比如说栏位2要用栏位1的资讯来作答，那你可能就要先选栏位1。好，有些题目可能是栏位2要先选，再选栏位1，但是这个题目看上去最小值跟最大值这两个应该是独立计算的。OK，最小值不能决定最大值。所以呢，在这个题目里面，你先选哪一个算都可以。那我现在先示范用最小值来算，检验最小值。因为看到最大最小这个关键字，所以根据我们刚刚的概念，这种题目最快的方式不是正面去导列式导那个范围计算，而是直接用代入法。我们先来看最小的部分，我们要代入哪一个数字呢？跟刚刚讲的一样，如果你先带150、100的话，那就麻烦了。就算它符合条件，它也不一定是最小值，你还有3个选项没有检验，比它更小。所以我们一定是先带入35。等一下，如果35过关的话，你就不用再去考虑其他的东西了。好，来，假设我们今天先来考虑35的状况。好，在35这个状况里面，我们要怎么判断呢？好，怎么样去设定交集是35？首先，如果今天交集是35的话，那么我们来算，来150加100，两个人就是两个区域P 跟 G 这两个选意大利面跟选烧烤的这两个加在一起是250，对不对？可是这两个加在一起可能会有重叠，就是刚刚讲交集的部分，对吧？好，就像这个文视图的交集的部分，所以我们要把它减掉刚刚讲的35，才会等于有选意大利面，或者是有选烧烤，或者是两个都选。就是连级的概念，所以呢，250减35等于215，这个东西等于连级。为什么是这个概念呢？是因为我们刚刚讲的 A 跟 B 各自，然后再减掉中间重叠的那个交集的部分，这个叫连级。所以这个部分215是它要么选 pasta，要么选 grill，要么两个都有选，但是没有重复，因为我们扣掉中间重复的那个交集的部分，我们预设交集是35，因为我们现在检验35这个例子嘛，对不对？那再来呢？这个圈圈里面外面的部分是这两个都没有选，对不对 ？OK， 好，那外面的部分我们说至少25嘛，对吧？好，文章里面讲至少是25，我们来看看总共是240个人，
240个人如果减掉215，就是所有人减掉有选 pasta 或者是有选 grill 或者是两个都有选的，刚刚讲这个连级，它有没有办法符合文章里面讲的已知条件大于等于25？我们来看这个地方，来这样减下去刚好等于25，那是不是刚好对到这个 at least？因为 at least 就是包含这个边界本身嘛，对不对？所以这个地方是直接刚好过关，刚好大于等于25。好，就是什么都没有选的人刚好是25个人，他就符合了这个 at least 25的条件。所以在第一个minimum 这个地方，我们可以非常非常确定35是有过关的。那我们还要不要去检查45跟90跟100、150呢？就不需要去检查了，因为就算45过关，35仍然是最小值。OK，所以这个地方是我们刚刚讲的反例代入法。那我们再反过来去看，如果是另外一个题目呢，maximum 的话呢，来，首先第一个150，用最大的数字来算嘛。如果是150的话，能不能满足这个条件？我们可以观察一下，他们的交集可不可以是150？一边是150，一边是100。请问各位，150跟100交集有可能是150吗？不可能。为什么？因为一边最多只有100，只有100那边他怎么胜出150个人跟你交集，对吧？所以这个地方按照常理来看，它就直接跟文章的资讯去矛盾了，所以它不可能是答案，它不可能就是150就是那个交集不可能超过100。然后呢，再来，那我们再退而求其次，再往100的方向来检验。如果是100的话，150跟100的交集有没有可能是100？当然可以啊，就是它的概念就很像是大圈是150，小圈是100，包在中间，所以它们的交集就自然而然是100，对吧？好，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再套用刚刚的算式，150加上100，再减掉中间重复的部分100，最后等于它的连接部分是150，对吧？那在下一步，我们要知道剩下最后那个条件能不能过关，就是连级之外的什么都没有选的，选其他东西的人有没有过25？那我们怎么去知道？就是全部的人240减掉刚刚讲的连级150，有没有过25？你根本不用再去把数字写出来了，因为你只是要判断有没有过，你不是要回去填那个数字。你光看，你光写到这边240减150，或者是你甚至不用写，你看到这个150再回去看240这个数字，你去心算就知道怎么样都会过25。所以呢，一定是过关。所以这种时候，100这个数字就是我们的最好选择。OK，那需不需要再去验90呢？根本不需要，因为90就算过关的话，100也会过关，100也比它大，所以这道题目就快速的解出来。这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反例代入法。好，反例代入法的特色就是你遇到最大值或最小值这种边界值的时候，你就是去验最小值去找最小的数字带，验最大值找最大的数字带。那你不用去，当然正统的解法，如果你看，比如说外面的详解，会告诉你直接从这个地方去推导，你去推导说150加100，然后减掉一个未知的 x 的交集，好，然后再加上一个再减掉240，然后推大于等于25，你就要做大量的影像，OK，那这样会很麻烦，那你还不如直接用选项带会比较好，这是第一道题。